你怀孕了？我还以为她生病呢，因为我朋友跟我说我太太是 rare condition。rare condition 啊。那种家里的检测仪呢，只能测出30多种常见的疾病。在过去的25年来，自然怀孕的案例是少过500起，的确是罕见的情况。原来你怀孕了，我要做爸爸了。啊，你应该感到胸口发闷，而且恶心想吐，这都是害喜的症状。你们也回家商量一下，接下来该怎么做。不用商量了，就把孩子生下来嘛。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。没问题。老婆，我倒杯水给你啊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那么紧张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生病。哎呀，第一次当爸爸嘛，当然是紧张啦。我之前听说 Andy 飙到婴儿症之后，那种又忐忑又兴奋又高兴的心情，我现在终于能够体会了。哎，不过孕婷是自然怀孕，所以是大大不同。我小时候呢有看过邻居怀孕，她的肚子会一天一天变大的。老婆最辛苦。老婆，我去切个苹果给你吃啊。云婷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看你的气色真的不太好哎。哎，姐，韵婷不是不舒服，她是有了。哈？你有了什么啊？但是有 baby 啊，难得有空跟你聊天呢。什么啊？你怀孕了？我已经20多年没见过孕妇了。哎，你是第一个完美基因的宝宝，现在你怀孕了，你呀，绝对是新闻焦点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。我不想要生这个孩子。Oh gosh, no joke！ 我记得我妈妈曾经说过，她怀我的时候非常辛苦，头几个月呢吃不下，还一直吐，头痛又便秘。后来肚子大的时候呢，便开始腰酸背痛，还经常失眠。生产那一天呢，还阵痛10几个小时才顺利把我生下来。韵婷现在才开始怀孕就已经不舒服了，接下来用你的手了。切，我看只是你吧，我妈生我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辛苦啊。原来你不只是现在讨人厌，在你还没有变成胚胎的时候，已经开始让人受不了。幸好呢，现在有基因编辑技术，在还没变成胚胎之前啊，就淘汰掉你这样的国人弟的，免得浪费时间。什么我这样的国人弟？我可是10大最受欢迎摄影师，好过你这个讨人厌的女魔头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，每次见面就要吵，吵得我头都痛了。唉，老婆，来吃个苹果。谢谢。老婆，我会尊重你的选择，因为怀孕的是你，辛苦的也会是你。你辛苦，我也很心疼的。要不要这个小孩，你来决定吧。老公，谢谢你。啊，对了，姐，国生的视频拿下来了吗？放心，各大社交平台呢已经接到通知拿下视频了。还有啊，我已经找到那位上载视频的是一个叫舒伟强的摄影生，我约了他见面，相信他会答应我不再上载视频或分享。谢谢你，姐，这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看是谁出马？女魔头。到客户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艾瑞卡，唐国生先生，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，指控你欺压积分比你低的普通人。对方说他上传的视频是真的，没有造假，没有负面评价。可是你却要发律师信告他，分明是仗势欺人。有这样的事吗？我想是你们搞错了吧？我只是叫那个人把视频拿下来，
我并没有说要告他。这是他今天上传的视频。我是一个普通的 waiter， 上载 video 只是贪好玩，最多我向你道歉。可是你告我，我会被公司炒掉，我积分下降，那我就不能待在这里了。潘国生先生，你有钱，又是大公司的经理，为什么不饶了我，给我一条生路？我求求你。苏先生的视频已经分享出去了，大多数人都说潘先生太过分了。Erica， 你是社会名人，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，你对你先生的行为支持吗？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一些误会，等我了解清楚了以后再跟大家说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有事情。Erica， 苏先生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这个姓苏的现在是在扮可怜哦。之前在我的面前呢是另外一番嘴脸，他说要我给他1万块才肯拿下视频，要不就走着瞧。我是一时生气才发律师信告他的。1万块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 video， 真的是狮子开大口。就算是狮子开大口又怎么样？现在事情闹大了，如果他是要钱的话，就不如给他1、2千块打发他了。我是有跟他商量，说要给他2000，可是他就是要1万，不给就拉倒。这个人太过分了，我1分钱都不想给他。奇怪，以一个 waiter 来说，2000块不就他1个月的薪水了吗？他竟然不要。潘国生，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是故意针对你的？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我又不认识他，而且我这个人平常也很少得罪人的。我猜是他太贪心，贪得无厌吧。不管这个苏伟强的目的是什么，我有办法让他闭嘴。姐，我不想事情再闹大了。我知道。是 CEO。Ruben， 国生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你很清楚他的为人。他怎么会仗势欺人呢 ？Mr. Ma， 我真的是冤枉啊！分明就是那个人想要利用这个视频来敲诈我，我才叫我的律师发一封律师信给他。发律师信给他，也只是想要警告一下他，但没想到他会拍视频装可怜来抹黑我。可是这个视频在社交网已经传开了，多多少少会影响大家对你的印象，觉得你没同情心。我们公司主攻婴儿用品和健康食品，特别注重爱心形象，而你是我们的销售经理，要出去见客户的。我明白。反正我还有10多天的年假，那我就放几天假。那这段期间，麻烦其他的经理代替我处理我工作上的事情。你们夫妻俩在我们公司这么多年，这只是小风波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谢谢你 ，Mr. Ma。那我们先离开了。你现在被迫休假，接下来的销售展和 roadshow 你都会缺席，一定会影响到你的销售业绩的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后来加倍努力，还是可以达到销售目标的。你要相信你老公我的口才和能力啊。怎么了？又不舒服啊？好像有一点。我陪你到厕所。我在外面等你，有什么事情叫我啊。那个潘国生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！哎，你最好小心点，别让人知道 video 是我拍的。谢谢啊，阿强。拜拜。原来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，怪不得那个 waiter 连钱都不要，就是要抹黑我。不要再打我了，经理！不要再打我！我知错了，经理！干什么？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有种你就告我啊！我不敢啊，经理，你放过我。是阿强要这么做的，不关我事。很多人在看。经理，这个混蛋！不要再讲了。干什么？
是吃了火药了是不是？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？打人是刑事罪，要是他告你的话，会扣很多分的。我没有打他，没有打他，那他伤怎么来的？难道是他自己弄的？真的是他自己弄的。你胡说！是真的。视频这件事情是 Martin 搞出来的，那个视频是 Martin 拍的，然后叫苏伟强放上网，目的是为了让我难堪。这是我刚才进厕所的时候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。我刚才的确很生气，想要动手打他，但是他就笑我，说我不敢动手，如果我动手的话会扣很多分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这么卑鄙，自己拿头去撞墙，还自己跌出去，说是我打的。没有错，你这样做确实会扣很多分。而且 Martin 来公司3年多了，他看起来不像是心机那么重的人。所以你不相信我？你不相信你老公？你相信那个卑鄙小人？损毁公物、破坏市容，疏忽导致他人受伤。还好 Martin 没有去报警告你，要不然啦，这些罪名全部加起来，你不仅要被罚款，还会被扣分。到时候啊，你的积分可能低到连大东区都待不下去，要帮到中分去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怎么知道一个汽水罐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？这叫蝴蝶效应，你没听说过吗？什么效应？蝴蝶效应。老婆，潘国生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要不是你沉不住气，跑去厕所质问 Martin， 才会让他有机会射击。还有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冲动，竟然会踢汽水罐发泄，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你不但害了你自己，你还连累了我。你现在只剩下287分，我这辈子不用再指望飙到拥儿症。老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想看到你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呀，又不是不知道你老婆的脾气，她一定是去找 Jimmy 诉苦了，你就让她去发泄吧。我们呐，还是想想如何赔偿道歉，把伤害减到最低。宝宝好可爱哦！谢谢。这是你们第几个孩子啊？第一个，我们自从幼儿证设立后就一直投标，去年终于成功了。5个月前总算盼到了他。OK， 爸爸在。好，在后面。来，喝一点。1、2、3。OK。潘国生这个家伙，1天之内就丢掉了37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以他现在的积分，我5年之内都别想飙到拥儿症了。那你能怎样？把老公换掉 You are right。只要有合理的离婚理由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我的积分了。你说真的？嗯。你有什么正当理由？他的那些不合理的行为啊。我看算啦，就算你肯，爱你爱得要命的潘国生啊，也是不会放手的啊。还有他姐姐是法律界的女魔头，知道你要跟他弟弟离婚，一定会跟你打官司，拖个1年半载，你还不是要等？看来我是没有缘分当妈妈了。你肚子都已经有孩子啦，都不需要等拥儿证啊。自然生产是有风险的，在有人造子宫之前，女人都是自然生产的。对，所以不只有生产的风险，
宝宝没有经过基因编辑，就不能去除掉基因缺陷，这样就没办法确保他所拥有是我跟国生最好的基因组合。我是自然生产物啊，我很 OK 啊。那怎么一样呢？在你那个年代，自然怀孕生孩子是自然的事，可是这20多年来，宝宝都是经过基因编辑的啊。我不想要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。说到底，都是潘国生没有用。不会啦，你老公挺聪明的啊，人又帅，身材又好，再加上你的完美基因，你们生出来孩子不可能会差到哪里去的。只要细心栽培，他呢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一较高下。你好像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哦。哎，国生，你老公来接你啊？要祝自己生，要不然把老公换掉。送我一束花，就想要获得我的原谅？当然不是啊，这只是一点点小意思。我会用更多的行动去证明我的诚意的。阿本，马上找出增加积分的方法。从军，职业军人1年职业积分比一般高20%。你这个年纪才想要从军，军队会肯要你哦。阿本，下一个。捐肝，每年有60多个病人等候肝脏移植，自愿活体捐肝给陌生人，可获得可观的社会观感积分。哎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啊。阿本，帮我登记。Yes。哎，你不要玩了，快取消了。既可以捐肝救人，又可以增加积分，一举两得，多好啊！我只是担心，不知道我的肝脏适不适合呢。捐肝不是小手术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不是小手术。老婆，只要能够实现你的梦想，我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去做的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一定用最快的方法去追回那些失去的分数，一定会让你梦想成真的。其实你不用那么着急的，一定要增加积分，因为我已经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了。啊，毕竟是一个小生命嘛。Jimmy 说的对，只要我们好好栽培，他一定也是可以很优秀的。太好了！老婆有没有好一点？都是你害的，害我那么辛苦。是我不好。怎么了？我肚子饿。我找了一些有自然生产画面的一些经典老剧给你看一下。哇，这是多久的片子啊？10多年前吧。天哪，生小孩真的这么痛啊！老婆，你不用怕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我相信。在小孩出生后，一切都值得了。
谢谢你。这是宝宝的小手跟小脚啊，他在动呢。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哎，医生，请问一下，他这样动来动去正常吗？他的体重有没有合乎标准？他这样会不会太小啊？医生，你看得出是男的还是女的吗？真抱歉，医院里面没有产科医生，而我是个妇科医生，我对超过12周的胎儿没有什么临床经验，所以你们这些问题我真的没有什么把握能够回答。医生，你们医院现在没有产科医生，可是20年前应该有吧？难道你们现在真的连一个退了休的产科医生也找不到吗？我们医院呢真的没有，不如你们可以到别的医院去试试看。我到大东区和中分区所有的医院和诊所都问过了，真的找不到产科医生。怎么找一个医生这么难呢？就是啊。喂，你看他这么瘦，只是肚子有点大，不像是啤酒肚，难道是肿瘤？你们不要乱猜啦！我太太她怀孕了。哇，我没有看过这个孕妇哎。这些人也真的好奇怪，看到孕妇好像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。老公，我突然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啊？哪里不舒服？她是不是要生了？快叫救护车！怎么办？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救命啊！